大家好，我是周帝。东京国际钱币展即将开始，日本泰兴拍卖会在4月29号周五开拍。今天就带大家一起预览一下这次的拍品吧。我会在影片的最后面放上冠军拍卖提供给我的第一手热乎乎的拍品动态影像，提供大家参考。日本这次4月7号拍卖图录才出来，也要感谢冠军拍卖的 Michael 周为我们在10号就取得珍稀的目录。由于市场目录的需求量大，导致目前目录已经都发完了。首先这次拍卖规则上与往常的不一样，大家要特别注意拍卖佣金收 15%， 还有 1.5% 的税，所以总共是 16.5% 的佣金。以下要注意的是，因为这次拍卖公司与卖家签订了短期内要结款的拍卖协议，所以要求买家要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只收日币。现金超过200万日币要提供资金验证。如果是外国汇款买家需承担其他关税与服务费的费用，我们也是能帮你邮寄啦，要加收您 5% 的进口税。不过寄出时我们会勾选此物品不得退回日本，也就是拍品寄到你的国家时，您的东西受到海关刁难一般情况下会直接退回原来的国家嘛。但是这次东西一定要强迫入境，不得退回日本。东西是否会不会被海关没收，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确定的是我们给您寄出了。好如果你要弃拍，我们将扣住你的保证金，成交价的 10%。大致上就是这样啦。毕竟现在钱币价格越来越高嘛，泰兴也相对需要注意，防止犯罪组织动歪脑筋这次周帝多亏冠军拍卖 Michael 周的引荐，才受到日本泰兴拍卖这次的邀请，我才能有幸的前往日本，好好研究与学习这次的珍贵拍品。跟大家介绍一位美国币商 DC。 过去1971年伊康葛奈德旧藏拍卖几乎是被3大买家买下绝大部分的拍品，两位是美国人 DC 和古德曼 Goodman， 然后就是创立于1967年的日本泰兴拍卖创始人冈正道先生。DC 并在隔年的1972年出版了 J.S. Peters 的销售目录中，然后里面有1/3的藏品都是来自于上一年的伊康拍卖的拍品，全部也都是 DC 拥有的钱币超级夸张的。所以 J.S. Peters 的这本目录出现后DC 就将书里的张作霖16年卖给了泰兴拍卖的创始人冈正道先生，也正是今年的这次拍卖里中国币最贵的拍品，就是这一枚。然后在那一年1972年，在台湾中国银元生意做最大的是我舅舅李振兴，当年的店名是吉吉邮币社，也正是舅舅李振兴带我爸周建福入行的。然后当然我妈就是李振兴的妹妹。当时 DC 就常常来到台湾与李振兴做生意，将买到的伊康部分的藏品透过李振兴卖给了张修清和刘改造。在内地DC 则是卖给了张煌再转卖给几位知名的收藏家。可以说当年玩高档基铸币的就那么几个人1972年到今天2022年刚好是50年所以这场拍卖这一批的藏品整整在日本躺了50年之久。冈正道先生卖给客人的这一批拍品，他有个习惯把标签纸直接贴在钱币上，这次拍卖都有标签纸撕掉所残留的物质在上面，这些也是历史的记号啦，正好证明这批银元距今保留了50年。这次我会去日本再好好欣赏这些藏品，并好好看看他们的面貌。我也好奇了那些胶状物质能不能弄得掉本场有中国币的拍品数量才70几枚，但内容很丰富。吉林币看上去它注重无干支的版本，稀有的有4点花、角龙，样样不少。台湾老公银有3枚，
戳记数量略多啦，但是现在能在同一场拍卖会上出现3枚老空银已经不容易了。江南省银元有珍珠龙，但有戳记啦。苏维埃的鳄鱼丸1元都是相当的稀少。湖北双龙1两小字版，这次没看到大字版，因为双龙大字版真的很少。然后再来是奉天25年1元，大概是各地方币都有收藏几枚比较好的品种，可能比较偏好吉林币居多一些，所以吉林系列的品种有稍微多一些。再来是徐世昌有无纪念币版的，还是光边的及有纪念币版，当然还有袁世凯飞龙币、共和币、黎元洪光头和玳瑁，然后武朝、文朝、段祺瑞、湖南省县1元。大副、小副、入头币，热门品种都有啊。民国18年的三繁样币有英国版、美国版、日本版、奥地利版。三鸟币有铜质的样币，还有银质的。龙凤大小字版，小字的 MS63， 大字的62。孙相开国纪念币上5星 MS65， 下5星 MS63。还有这3枚贵州竹子币、汽车币、大头甘肃夹子。这次还有不少签字版的样币出现，譬如7分脸签字版 NGC MS62， 三繁的意大利签字版 NGC MS60， 共和签字 NGC SP66， 大清宣统系列有大清丁未1元银币 NGC MS63。好的，以下我要介绍的是中国币在这场拍卖的前6名，名次是按照泰兴拍卖的底价而定的。第6名。大清户部丙午中字1两，这次有2枚，一枚是 NGC MS61 原铸版 ，NGC MS64 后铸版。原铸版的意思就是模具完好的时候铸造的，板底平整，而后铸版是模具修复过后铸造的，壁面上产生一粒一粒的凸起颗粒，俗称痱子板。据说后铸版是因为模具在那放着许久了。模具长了绿锈，经过模具重整后产生腐蚀的凹洞，导致后铸板上有凸起的颗粒。2021年12月份，北京承宣成交一枚 SP62，200万人民币。去年12月份 SBP 呢有一枚 SP65 成交135万美金。所以宣统系列不外乎就是大清丁未、宣二水龙、中字1两。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位藏家怎么没有宣二水龙呢？我这边有放上 NGC 和 PCGS 原铸和后铸的数量，很明显呢，原铸只有个位数啊，而后铸64的品项也是属于前段班了。去年年底香港与北京的拍卖行情我都标上去给大家参考。第5名 Lot 255，大头3年1元 L George 签字版 NGC SP61。 L George 是著名的中国雕刻师，多样的样币都是出自于他手啊。这枚也就是俗称的大头签字，真品大头的签字是很精致小小的，路边卖的假签字都是签的很大，还有一种是真的大头加上假的签字上去，这种你就去看签字的背后有没有发黑的印子，以后有机会再做影片为大家讲解吧。行情方面，2021年的5月，澳门冠军拍卖成交一枚 SP65， 成交50万美金。2020年的12月呢，上海宏盛拍卖成交一枚 SP63 的253万人民币。这些都是涨价后的行情啦，因为3年以前的行情那已经是人类不知道第几次灭绝的事了。我记得当时2009年大概是30万人民币上下吧，2015年大概就到100万左右。我印象中啦，反正大家自己掐指一算看看。NGC 的数据来看SP61 算是品相比较差的，然后去年冠军承销的正是这枚 SP65， 50万美金。PCGS 的数量也是差不多结果啦，大家可以自己盘算一下。第4名1903年的户部1两 NGC MS63 依抗旧长，版别有分人制的两，泰兴这枚是陆制的两，是中国尺寸最大的击铸龙银，是当时元两之争所留下的产物袁世凯要求生产1两银币，然后就请日本代铸模具。过去收藏户部1两、北洋1两这2款银元变成是成为大收藏家的入门券一样。
只要你有这2款啊，就可以自称自己是钱币大收藏家。我应该是属于微型收藏家吧。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样币抬头之年啊，在香港 SBP 有一枚户部1两 PCGS SP55 成交了84万美金啊。过去10年内的行情是84万人民币，反正样币的价格都没有涨，只是币值换了一下。NGC 鉴定分数居然没有这枚63，有2枚65，应该搞不好资料还没输入吧，我也不知道。PCGS 的数据呢，共有12枚。去年成交了84万美金，正是 PCGS 数据中品相最差的一枚。今天这枚是 NGC MS63， 从 PCGS 的数据来看，品相也算是前段班咯，可能落在100多万美金吧。第3名 ROT 278依抗旧藏，民国21年金本位1元样币，光边版。NGC MS60 币膜从费城造币厂生产，再由上海造币厂铸造，因为造型有下面3只鸟，又称下山鸟。目前出现过大概10枚左右吧。这枚金本位有4种边，一是这枚光边嘛，还有齿边、梅花边，其中齿边有汉字的是最少的。2019年的6月，一枚光边 SP63 成交了460万人民币。今年这行情啊，你就把过去的币值改成美金就好。NGC 评级报告里只有一枚 MS62，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枚60的记录，我猜应该是数据还没更新啦。PCGS 的评级数量有 MS63 一枚，正是2019年成交460万人民币的这枚，涨价后的行情应该是460万人民币变成460万美金吧。然后这场是 MS60 的，打个折吧，200万美金。我随便猜的啦。然后第2名 ROT 218是1867年上海1两有射线版 NGC PF 63加，哇，他打的是 Proof。PF 就 Proof 镜面的，这枚是依抗旧藏，想必也是在1971年当时依抗拍卖会上买的。上海1两有2种版，有放射线跟无放射线，当然有放射线的图案更丰富，对吧？更受人喜爱。不过有放射线啊，曾经大量生产过，然后再回收熔掉，但是无放射线版才是比较稀少的，属于真正的样币未发行。币面上有着上海及香港的英文字，但是是全国流通的，是由香港造币厂铸造。上海呢，则是使用上海的拼法，为了推广香港贸易，抵制外国银元而生产的币。最近2021年10月，上海宏盛有一枚 PCGS SP62 成交了874万人民币。前一年的2020年8月，样币未涨价前啊 ，PCGS SP65 成交了488万人民币。NGC 评级数量来看啊，有放射线版的有63、64两枚，无放射线版没有半枚。PCGS 的评级数量有放射线版的62两枚、65两枚，无放射线版的只有61一枚。去年62分的成交800多，今年这枚 NGC 63加的就有可能要1000万以上了。第1名 ROT 269，民国16年张作霖像被龙凤1元纪念币。NGC MS62 张作霖币啊，总共有4种版，从年份来分啊，很明显有15年、16年、17年，其中有一枚没有年份的，写着陆海军大元帅。这一枚呢，就是本场的这枚张作霖。它也是16年，这枚写着的是依抗耿爱德的旧藏，正是1954年依抗的书中 K687 的这枚15。这枚币也是在美国大收藏家 DC 推出的1972年 J.S. Peters 销售目录中，此目录大部分的其实都是来自依抗拍卖。1971年依抗旧藏拍卖上最大的3位买家，就是 J.S. Peters 销售目录的 DC 古德曼 Goodman， 再来就是泰兴的创始人刚正道。刚正道先生呢，从 DC 手上购入这枚币，卖给了客人。当时目录上是1850美金啊，这枚有着标签纸的痕迹啊。从标签纸范围内的颜色深浅，我们可以得知标签纸覆盖的颜色是50年前这枚币的颜色。
经过50年后，周围也产生比较深一点的爆浆。自从2021年4月张作霖17年纪念币 SP64 创下了1500万人民币后2021年年底张作霖15年纪念币 SP62 成交了2600万人民币。这一次是张作霖16年的龙凤1元，是4枚张作霖中最稀少的一枚。短短1年内出现了3种不同版的张作霖，而且屡创天价。想必泰兴这枚有着依抗 DC 刚正道3人名家旧厂的加持应该也是要几千万的价值了。再来，我们期待张作霖有16年日期的这枚，看看什么时候出来吧。这枚也是 NGC 唯一入盒的一枚， PCGS 还没有入盒记录，则另外其他年份15、16、17的评级数据在这里。我顺便标上成交记录，可以看到张作霖16年，不管是有年份的还是这场没有年份的16年，都是很少见的。这次呢，看得出来这位藏家把中央币，不管是清朝的、民国的，都收得挺好的，挺不错的。而且他偏偏只收藏户部1两，却没有北洋1两，所以看得出主力是放在中央币的。地方币会选一些热门的来收藏，也看得出来不是他的主力。有的品相一般像是老公银有很多戳记，珍珠龙也有戳记，只有中央系列的钱币品相才会挑到至少 AU、UNC 以上的品相。钱币上有标签纸留下的物质痕迹，这再等我到日本再一一检验一下。如果有什么最新的资讯，我会再与大家报告吧。泰兴拍卖会的官网连结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必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咯，感谢大家多多利用。